我们再试另外一种，我又抓了，他又有指令，又是秀哥的指令。对，又有秀哥的指令。好，你也不知道我抓了几颗。我不知道。好，你现在2手进去抓，但是关键在于2只手必须一样多。我的2手必须一样多。对，所以你可以一个可以摸啊，我一个一个打，对，就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我多抓几颗。好，我看一眼，是不是一样多？我看一眼。好，你看一眼。哦，一样多。好。如果我跟你说，现在我们3个拳头里面抓的是一样多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神奇，或者说觉得魔术真是个好东西？魔术真是个好东西。还没揭晓呢，你觉得一样多的话，会不会很神奇？会啊，很神奇，因为是我先抓的嘛。对啊，对。好，我感受一下，我感应一下哈。好，感应一下。基本是一样多，但是我要做一些调整。我真不知道你抓了几个。但是你这只手给他3个，我的右手给我的左手3个。对。OK， 做一些调整。我放到后面，我调整一下。好的。好了。好。有。我真不知道你抓了几个，所以你这边剩多少那边我都完全不知道。好，然后我做点调整。我把这些都给你，你帮我握着。都给我。对。好，握着。好。我还是不知道你抓了几个。不知道，确实不知道。是吧？一样多。这边给我，我这里给这边3颗，你这边给我4颗，这不可能一样多呀。你不知道我几个？来，拿出来看看。来，一个一个数啊。2、4、6、8、10。2、4、6、8、10。我给这边3颗，然后你这给我4颗，不应该一样多呀？你是不是偷偷多？没有啦。这在我的手里。以你的程度的话，我觉得大概10分钟就能学会这个嘛。对，这个。所以下次呢，你跟人下棋的时候也不要下来，直接把棋拿来变魔术。我就抓6颗，把它放在本因坊秀特的杯子里面。当然你知道了原理之后，你几颗都可以。但我现在举例就是6颗。然后呢，我会希望你2手抓一样多的，你可以抓一把，然后2手分都可以。我还想为了抓多一点，能够迷惑到你。我宁愿你抓多，我不希望你抓少。这个时候就是他这个魔术在语言方面迷惑人的地方。因为这时候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如果这3只手里面的棋子是一样多的，很神奇吧？好，这句话呢会把你的思维带到这个魔术的效果是表现出一样多，所以呢，即使中间出现了一些波折之后呢，只要最后有一样多这3个字出现，你就会觉得很神奇。先把这个植入在观众的脑中，有个前提在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会说好，感应一下啊。好，这时候就是演技的时刻，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一样多了。好，但是我要做一点调整，你给他3颗，右手给左手3颗。对啊，我给他1颗、2颗。3颗，然后呢，你把这只手的全部给他，这2手就会一样多。实际上你有6颗在里面。对，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你手上有6颗。我不知道你有几颗，我就算它是 x x 加3x 减3，对吧？对的呀，我这边有6颗，有6颗啊。我6颗给你之后你这边减3了是不是就加3了？对啊，你这边加3，所以会是一样多。明白了。所以呢，这件事情本身呢，不能算是魔术。这件事情本身呢，稍微大脑思考一下，可能会算得出来。但是因为你被一样多这件事情充满了大脑，所以最后只要出现一样多，你都会觉得很神奇。复盘一下哈，我一开始就有6颗，是吧？是的，一开始就有6颗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这边有一边7颗，我这边呢，任何双数都可以，你可以拿8颗，你可以拿4颗。好，我这边举例是6颗。好，如果拿8颗的话，我就会叫你拿4颗过去。对，反正就是一半就对了。所以说我现在有6颗，我叫你给他3颗，你就会拿过去。是吧？对的。然后我这些再给你。所以这边增加了3颗，
这边刚刚少了3颗，现在加回了6颗，所以这两边会是一样多。我真的完全被你说的那个一样多很神奇，沉浸在那里。非常重要强调就是我不知道你手上有几个，你也不知道我手上有几个。所以整件事情会变得更扑朔迷离，会变成这个方程式里面未知数很多，你不知道我有几个，我也不知道你有几个，那我怎么可能算得出来最后的数字？这是一个思维上的一个不知不觉被催眠了，是太神奇了。虽然我知道的原理还是觉得很神奇。对，你让我练多少遍我也变不出这效果，别人肯定会质疑你。不会吗？不会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B 站魔术课的一个教育意义所在了，就是我其实把所有的表演的诀窍都告诉你。关键词就是2个，一个叫做一样多，一个叫做我不知道你有几个，你不知道我有几个。所以你只要把这些话题，就这几个关键词植入在观众的脑中，基本上他无法倒推回去的，因为他脑中只剩下他不知道我手上有几个，为什么他可以把我弄得一样多？但实际上他没想到，他本来2手就是一样多，这边加了这边减了，当然还是一样多。这个都不是魔术道具，就是普通的棋盘和棋子，然后居然能展现出这么多的魔术，非常神奇啊！我觉得。所以您像是下棋之余还可以，还是要这个教我一下那个猜先那个怎么弄的啊？好，行啊，剪掉。就是很多职业都会被人家问一些很主观的一些问题，然后你已经听到烦了。比如说，刘坚，你可以把我变不见，把我变没，或者刘坚，你可以帮我变成前蓝。说这些话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趣，但是我已经听了30年了，几乎每周都会有人问我这句话。棋手一定会有人问。棋魂漫画里面那个谁，你跟他谁厉害？他真有这么问，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因为他是一个虚拟人物。哎呀，你跟左为谁比较厉害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是他厉害好的还是我厉害好的？你可以看他下棋的棋路，难道里面的棋路是虚构的吗？棋魂那个棋是真实存在的，作者跟日本棋友合作，然后他们去找的棋谱。你小时候已经很喜欢下棋了？我是在6岁、7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围棋的。然后后面就也接触了这个棋魂的一些漫画，然后还有动画，还有一些就是围棋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故事啊什么的。但是我是对棋本身会更感兴趣一些，总是赢就有感兴趣了嘛，总是在赢啊。如果一直输肯定就没什么兴趣了，一直赢就有兴趣了。我小孩也是这样，我觉得他不是喜欢下围棋，他喜欢赢。他喜欢赢是吧？对，就是有几个指导过他的老师就说他有攻击性，从第一次下棋就开始很有攻击性，就想赢而已。棋也可以很好的反映一个人的性格，我们就可以不用语言交流，甚至说通过这一盘棋，我们可以知道彼此的性格，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大概对这个事情偏不偏执，我们都能从这个棋上都能看出来。我想这是应该到了某个境界才看得出来，就是说看一个势。因为刚开始接触围棋的话，可能还做不到从宏观角度去看，可能会从一些局部，我们的话可能会从这个局部的技巧，从而推导出整盘棋的这个走向和流向啊，大概是从全局的视角去看。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专业的技术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一开始肯定都是去磨练你的技巧，然后到后来之后，你都看的都是比较大的东西，看整个走向、整个感觉，或者怎么表现出你的个性风格这一类的东西。我下棋应该也有风格，有风格有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绝对正确错误的。相对来说，可能对我们现在既然有这个 AlphaGo 出来了以后嘛，会用那个 AI 进行辅助训练。相比以前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更好的观测到我们哪些有没有错误，用数据去分析了。而以前的话，可能就是大家风格都不是很接近，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一套打法、一套风格。对。所以 AI 出来之后，会不会就把人这个风格都弄没有？确实，大家现在的棋风格变得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像 AI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，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无奈的事情，因为有一个人学 AI， 他学得特别好，然后你不去学的话，可能你就会掉队。学 AI 是什么意思？就找 AI 练，有一套公式，就有一套这个我们叫做定式布局的一些下法，然后或者中盘的一些处理手法。但是从某种上来讲，它也确实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风格迥异的这个时代呢，会变得越来越接近，大家都越来越像一种类型的棋手，那就越来越没有意思了，因为就大家就变成好像参加奥数一样，就是有公式，然后看谁背的公式多，谁算得快。最后就只是在比这个而已。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，但是我其实从自身角度来讲，我确实是比以前的话，可能更加没有风格了，更加的是向 AI 学习，然后 AI 怎么说我就应该去怎么理解。就说以我的风格，其实我要这样下，但是依照数据分析，这样才是对的。下完一盘棋之后，我们有一个技能叫做复盘嘛，我们会把一盘棋就跟对手我们是怎么下的，从头到尾给它摆出来，我们会探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应该下在这里会更好一些，或者我下那里会更好一些。现在的话，好像这个步骤你可以完全省略掉了，直接回家去看那个 AI 看计算机就好了。所以说我觉得魔术特别好，魔术不会被这些东西所。魔术也会，魔术其实也在追赶科技。像电话发明之前，如果你能够
这边有个讯息传到这边，那就魔术效果可以做到。但从电话发明之后，这个魔术就没了。那现在的互联网对魔术有冲击吗？互联网本来就不适合魔术，我个人觉得，因为魔术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透过屏幕看的东西，它是一个亲身体验的东西。所以我今天在现场看见魔术，我觉得特别震撼，因为网上很多传言说坐在这里可能有什么有托那种，对。但我觉得其实我当然以前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，然后今天我是真的被震撼到了，因为确实第一次和刘星老师交流，然后这些魔术呢也是让我直观的感受到，确实是从互联网中那些短视频中是体会不到这种。对，因为我常常说，就是你在短视频里面看到一个人漂浮起来，跟你现场看到一个人漂浮起来，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很多那种魔术师啊，表演魔术在视频上面或电视上面啊，用 CG 特效剪辑或者甚至那种动画都做进去。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样子了，所以你在网上看到的东西都不能相信了，就是连魔术本来就已经是假的了嘛，现在连假的都不能相信了。那刘老师，你对那些剪辑魔术是怎么看的？剪辑魔术它有分2种，一种就是纯靠剪辑，还有一种是靠摄像角度，然后还有一种是靠这个特效。特效会不会很容易被人看出来啊？不会，我现在特效做的多好，是吗？对啊，你看我们 B 站一个 UP 主，那个特效小哥做的那个特效，做的跟真的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行业冲击。我觉得围棋也是这样，大家最后都给 AI 去算，人味可能就没有。现在有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是吧？原来不懂围棋嘛，然后我们下的什么样子，我们下的好和不好，我们下的臭棋，但是他也看不懂，所以说他也不好意思去说你这个下的不好，下的不好。但是有了 AI 以后，哇！可怜又下了这么臭的一步棋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还好魔术界没有这种事情，你知道魔术变完之后，根据数据统计，你今天的魔术表演70分。70分。我说为什么啊？因为你这个手法、这个角度偏了一点，这个东西弄了一点。对，哇，这个现在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你。下的臭棋，然后你下的不好，下的好，跟 AI 一样。你看来你很用功。对，那你像比如说音乐弹钢琴吧，就是有很多就是弹钢琴到了一种境界之后，他们会故意违反规则，就是说，我必须这边拍子故意不错，或者说故意怎么样，就是他违反，他反而表现出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创意。那听起来蛮有趣的。那围棋不能这样是吧？围棋你要乱表现自己就输了。应该是，除非你能下得跟 AI 一样好。他好像很难兼顾，就是说又有个人风格又对啊，所以说，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变得像 AI。那像你这种专业棋手，你读过很多棋谱，有没有到目前为止你最佩服的一局棋？就是从古至今，你看过棋谱说这个怎么能下出这种天才的东西？有这种东西那我就觉得是 AlphaGo 的棋，就是他的自战的5盘对局，他是，就是他下出来的棋会让我感觉到特别恐怖。你可以说他是人类，你也可以说是他是这个未来的产物，就是他的棋就是那么的完美无瑕，然后让你觉得就是这个真的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，它有无数的创造性的东西在里面，跟个天书一样。第一次我看到这张棋谱的时候，我因为外行可能不了解这个，不是职业水平的，可能不一定能看出来到底有多恐怖，就是真的是跟天书一样，我完全理解不了它为什么那么下，但是又感觉到这些每步棋都是很难对付，很难，就是它真的下出来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可能一下错，你可能就掉入那个万丈深渊。但是它的左手和右手在互搏，它又有自己的一套解法，它可以把自己的这套这个这个很有杀伤力的这一套拳法，又可以轻松的可以化解，然后不断的攻守攻防，然后咬得特别紧，咬得特别激烈，就没有见过这么激烈的棋，也没有见过这么有想象力的棋。所以说，而且他们没有情绪，很恐怖。他们在下一个我们从没有见过的有创造性的一个东西。第一眼见到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围棋可能这真的会被他们改变。所以这个魔术可以学会了。你有信心表演给你的亲朋好友们看？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，没有这样子的啦。魔术课主要就是看了就一定学得会。而且今天这个，我觉得依照你的状态，大概5分钟，大概稍微熟悉一下，应该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要尝试一下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